开弓便无回头箭。我秦国这第一箭，对我秦国东出歼灭六国、一统天下至关重要。无论是先灭韩、赵，亦或是其他列国，都当以取势为先。寡人欲出兵灭六国，六国必然合纵抗之，此乃敌我之势。若能布下一枚棋子，削弱六国合纵之势，我大秦则胜算大矣。大王，大王欲将棋子布往何处呢？此地，此地，还有此地。攻下了原、蒲、兖三地，便可断了赵与韩、魏、楚三国之交通，绝了六国合纵之计，为我大秦东出打开一条通道。寡人要先行昭告天下，魏国勾结嫪毐，乱火秦政。寡人欲惩戒魏出兵伐之，其他列国亦无正当理由出兵援魏。此战定要速战速决。杨端和李信，臣在。寡人命杨端和为主将，李信副之，率15万大军攻魏。谢大王。穷凶而来，怎么办？怎么办啊？大王，臣请命率魏武卒迎击秦军。大王，臣愿为公子弘筹措粮草。要打，打得起吗？寡人就剩那么点家底了呀！大王思虑的是，与秦军硬碰硬，无异于以卵击石，不如请和，割2座城与秦，息事宁人。秦国贪得无厌，岂能割肉饲虎？事到如今，不忍痛割肉，又有何办法？秦国此番攻我，皆因嫪毐之事报复于我。然嫪毐与韩、魏、赵皆有牵连，并非我魏国一家。韩国和赵国肯与我合纵吗？韩国示弱胆小，或不愿助我；赵国兵强马壮，与秦又有血海深仇，可以一试。臣请命复赵，说服赵王与我合盟抗秦。你有把握？大王，当下之计，只能如此了。臣赞同。好，魏瞻，寡人命你即刻出使赵国，务必要让赵国出兵助魏啊！臣一定不辱使命。
力攻下濮阳偃氏，方能向大王复命。拿下濮阳，指日可待。大人，此乃魏王特使，有急务求见大王。大王与王后宴饮众欢，大人明日再来。哎呀，元城已经陷落，秦军正往濮阳进发，不能等啊！魏大人，稍安勿躁，稍安勿躁啊！跳得好，跳得好。哎，魏大人，赵王，秦国大军东出，濮阳就要陷落，魏国危在旦夕呀！何人喧哗？是魏国特使魏瞻大人，秦军攻占了元城，魏王派魏大人向大王求救。元城弹丸之地，秦军占就占了。告诉魏瞻，明日再议。三晋本为一家，唇亡齿寒呐！魏大人，我现在就见魏瞻。寡人有急务要议。又不是大梁被秦人占了，急什么急呀？秦人狡诈，你懂个甚？魏国危难，恳请大王即刻发兵救魏国于水火呀！慌什么慌？起来。魏大人，把秦军的动向给寡人细细道来。大王，李信战报。耶，诺。启禀大王，我军已攻下元城，正向濮阳进兵，不日将再现捷报。臣杨端和、李信叩首。大王，李信和端和将军进兵神速，看来攻占濮阳偃氏指日可待。魏国是不足为惧啊。若是杨端和和李信全力攻打濮阳，赵国必从侧翼攻之。赵衍，他有这个能耐吗？哼，赵衍此人生性多疑，纨绔暴虐，但头脑转得可一点都不慢。前次六国密谋合纵，便是他作为暗中主导。要想让赵衍眼睁睁地看着偃氏落入我秦军之手，切断赵与韩、魏、楚三国的交通，寡人至少要比他先行3步。蒙毅啊，臣在。命杨端和和李信不必顾虑侧翼，全力进攻濮阳。再召桓乙、王翦、蒙武进攻。诺。兵将军，一支赵兵奔我军侧翼而来。再探兵力多少？领兵何人？诺。果不出所料啊！魏赵里应外合，
我大军若再想攻城，难呐。段克兄，再难也要攻。大王将东出首战交付你我2人，若半途而废，你我有何颜面向大王复命啊？亡命到！2位将军，大王诏命。奉王命，攻城。今日，我军全力攻城，势破濮阳。不必担心赵军，我等奋勇攻城，势破濮阳。将军于昨夜早已设下伏兵，若赵军有任何风吹草动，必歼灭之。李将军，指挥攻城，临阵退缩者，斩。弓箭手，前行200步，其他军阵按既定方位进击。将军，秦军全线攻城，后备空虚，我军是时候出击了。秦军明知我军在侧，而不留防备，诡异呀！玉报，启禀将军，东边山丘后没有异常。报，西方树林也无人影。好啊，看来秦军是全力攻城而疏于两侧防备，命将士复顿，冲击秦军阵地。将军且慢，有王命，有王命！玉，将军且慢，有王命。大王命大军驻守，这件事秦军动向不得见机。大王，秦军已攻占濮阳，安能令庞暖将军坐视秦军横扫魏地？大王，陈平君，桓乙率军陈兵云中，王翦统帅之兵也到了东郡。蒙武之军也已经渡过河曲，直逼上党。此时若令庞暖攻秦，正好给秦人以攻赵之口实。赵秦两国全面开战，其他5国反坐壁上观，对我赵国有何好处？那也不能坐视秦人得逞。大王，臣已书信李牧将军，让他做好准备。只要大王首肯，李牧将军的边军即刻南下护卫邯郸，令庞暖对阵杨端河，再无后顾之忧。陈平君，没有大王诏命，你竟敢私信驻外将领，预调大军前来都城，你究竟用意何在呀？边军乃赵军的精锐，此时不用更待何时？调动边军，北境匈奴谁来应对？不调动边军，赵国危矣！别吵了，不要在寡人这儿危言耸听。秦军攻魏，只有我赵国担忧吗？别忘了，还有其他4国呢。齐楚若愚，
秦交战，我们赵国不就坐收渔翁之利了吗？齐人数代与秦国交好，齐王肯与秦国开战吗？楚国屈景昭3家拥兵自重，楚王能指使得动他们吗？臣认为命边军南下乃是上策。寡人再说一遍，不到万不得已，边军不能动。大王不信任臣，臣告辞。敢在寡人这儿耍脾气，先别寡人杀了你！大王息怒。大王，有李牧在，春平君忤逆之时，还得从长计议。寡人这口恶气迟早得出。你派赵聪去大梁，告诉魏王，派一个能言会道的能臣，说服齐王，只要齐王界能相助，我们便能把秦国打得满地找牙。诺。二位大人说说，此事该如何应对？大王，魏王已派人向韩琦求援，赵王按兵不动。而一旦韩琦答应援魏，赵国则会趁机合纵列国，与我大秦对抗。臣也以为，如今战事不在攻城略地，而在伐交伐谋。臣请命出使齐国，挫败魏赵联齐之计。走了。上卿大人出使齐国。诺。廷尉大人，你辛苦去一趟韩国。诺。大人，直接去驿馆吧。不，我先去拜访一位老友。大人，茶汤都凉了，小人给你换些热的吧。哦，好。公子妃几时返归啊？这公子出门去哪儿，何时回来，小人也不知呢。你下去吧。天纵之才。转告公子妃，李斯入韩，想与他见面一叙。诺，大人。
我各为其主，相见有道。大王，大秦廷尉李斯受秦王之命拜见大王。李斯大人，我王在上，你这……秦使李斯，代我王向韩王询问二事，请韩王据实回答。贵使，请问：一，韩国曾暗中支持秦反陈嫪毐，图谋乱我大秦，可有此事？没有，没有。韩国是受魏国逼迫，韩国绝无乱秦之意。此事，寡人已派遣使臣入秦，向秦王再三申明，还望秦王宽宥。二，韩王用郑国为鉴，以修渠之名行疲秦之实，作何解释？秦使用兵，先王当初派郑国入秦，确实受了小人蛊惑，而当年我王上市公子，难以左右先王决策。然我王登位以来，闻知郑国为秦所修之大渠，汇集800里秦川，心中甚慰，还望秦使明察。那我王还听闻，魏王以遣使入韩，欲使韩国出兵助魏，与我大秦相抗啊！魏使一再请求寡人出兵，可是寡人从未答应。本使正告韩王，逆贼嫪毐作乱，魏国乃挑唆之主谋。目下秦军攻魏，是对魏国小惩大戒。我王不追究韩国，已是大度。若韩王再敢助魏抗秦，恐怕就不是本使前来好言相劝。是，秦使放心，我王绝不会行此不智之事的。是啊，请贵使转告秦王，韩国一向亲秦。韩秦两国盟好，才是两国百姓之福啊！如此最好。韩王今日之坦诚，本使必会据实禀报我王。有劳贵使了。贵使一路风尘劳顿，寡人今夜就在这大殿设宴，为贵使接风，如何？韩王后意，李斯却之不恭。丞相，秦使姚贾求见。不见。他带了厚礼。厚礼？厚礼？什么厚礼啊？食车上等奇玩。上等奇玩？食车上等奇玩也是厚礼啊！他把本相当做要饭的了。去，告诉秦使，把这食车奇丸换成食车金饼。本相一定完成他所托之事。诺。丞相让大人准备食车金饼，
丞相是这么交代的。好，老夫这就去办，定会令丞相称心。大人尽管吩咐。就是，大人说怎么做，我等照办。你等手中购买7万之金，还有多少没有付给齐人？我5万金，我3万金，我还有6万金，我有4万金，我8万金。好，这些货款就都不要给了。齐完，也都暂停进购，并与齐商说明，齐王欲和赵魏以拒秦，秦不得已只能断绝与齐的往来，必要逼得齐王逐出魏赵之使，维系与秦的盟约。待老夫返回咸阳之后，向大王给诸位请功。啊！来，大秦万年！大秦万年！丞相，不好了！我们齐国商人全都聚在王宫门外，请求大王驱逐赵魏使臣。为何？秦商突然毁齐背约，我齐国商国损失惨重啊！一定是那秦国的使者在捣鬼。丞相，大事不好！我们布庄的掌柜来禀，年前与秦人谈好的那笔10万金的买卖，秦人突然不做了。啊！赶快去请秦使！诺。备车，速速备车！诺。我要进宫面见大王。将军，我军何时出击？齐国和韩国惧怕秦国，拒绝出兵援魏，我军孤掌难鸣啊！难道就眼睁睁看着齐人拿下偃师？大王严令我军北上驻防邯郸，严防秦军突袭赵国。唉，就让魏军和秦军去拼命吧！撤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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臣已安排好，王后随太后去城外纳凉消夏。邯郸城内，大王可以随意游玩。祝你了解寡人心意啊！臣位列丞相，当然要急大王之所急，想大王之所想。谁人胆敢阻拦王驾？大王，臣有要事要求见大王。何事啊？庞暖撤军，魏国怎么办？大王已经尽力了，那齐王建和韩王安都那般畏手畏脚，凭什么让我们赵人去跟那秦狗硬拼啊？秦国攻下偃师，腾出手来就会攻打赵国，如此这般对赵国很不利，赵国不能见死不救。哎，
你为何三番五次在寡人面前危言耸听？啊？秦军打偃师已经数十日了，拿下来没有？你觉得他会攻下吗？等秦国跟魏国打起来了，我们趁乱不就可以了吗？大王，消消气。大王，秦人一旦攻取偃师，关东6国将被割裂，届时再战，局面对我赵人不利。你。寡人还有要事在身，不跟你啰嗦。走。大王，消消气啊！你说这个春平君，他总是故意扫大王的兴致。行了，赵毅的担忧没错，我们对秦军可不能掉以轻心。不管他跟魏国的战局如何混乱，我们都要时刻提防。你马上加派人手去咸阳，寡人要知道嬴政的一举一动。臣即刻安排。大王，李斯从韩国带来消息，韩王拒绝了魏王援助偃师的请求。姚古大人也派人禀告，齐王再次允诺和秦之策。王翦将军派斥候回报，赵将庞暖已经退守邯郸，前锋与东郡之军对峙。哎呀，大王未雨绸缪，秦军将士用命，攻克偃师指日可待啊！昌平君啊，运往前线之粮草，定要如数备足，不能让杨端和他们一面鏖战，一面再有后顾之忧。大军粮草均从渭水码头足额调拨运送，一介不少。好，我大秦上下一心，同仇敌忾，6国想阻我大秦东出，自不量力。大人，你来的不巧，公子探访友人外出了。上次刘叔公子约好今日会面，公子不知吗？这公子与友人的约定，早于大人之约。请告诉公子，李斯今日回秦，望公子入秦与司一句。小人一定转告。稷下学宫一别10年，如今形途陌路，难再相见了。兄弟，伤势如何？已无大碍。想不到这偃师魏军竟有如此战力啊！将军，我想到一个破城之计。哦，快讲。魏军粮草充足，士气旺盛，方才令我军久攻不下。上次攻上城头，我发现偃师城内魏军的弱点恰巧就在于粮草，他们不敢与我军野战，打算坚守城池，令我军知难而退。因此，在城内囤积大量粮草，然偃师城池狭窄，可供腾挪之地有限。你看，这里还有这里，均为魏军屯粮之地。他们只顾屯粮，却忽视了一个问题：只要我军抵达城垣之下，魏军所有的屯粮之所，均在我弓弩手射程范围之内。那你的意思是？火攻，今晚就干。
元普兖三地已经尽在我手，如今东出的通道已然大开。今日所议，乃是我大秦今后数年东出之格局，乃牵涉到寡人是否能与在座诸位一起完成先王一统天下之宏愿，乃牵扯到天下万民万世之福祉，故知无不言。寡人要听的是实情实论，要的是平天下的良策。我大秦东出，首当其冲乃是三晋之地，赵国与秦同祖。赵国之兵力也不弱于秦国，然秦赵世仇几经鏖战，积成水火不容之势。关东列国也以赵国为首，与秦相抗啊。赵国乃是我东出道路上最强劲之敌手。魏国毕公高之后，李悝驻法金革魏郑，魏国史强称霸天下，曾经欺我秦国，杀我秦人，掠我秦地。孝公20载变革图强，一战若魏，魏国日薄焉资。寡人也命杨端和还有李信攻占魏地。魏人虽然国弱，然恨秦之心却是昭然若揭呀。韩国国力最为弱，却占据着九州中央之地，屡遭强魏汉楚所欺。秦亦多出兵助之，然五国合纵，韩必从之。寡人欲灭韩赵魏，首当其冲者为何呀？用兵之法，全国为上，破国次之；全军为上，破军次之。我军以攻战掩饰，魏人已成惊弓之鸟，胆战心寒。如果大秦出动倾国之师，陈兵大梁城下，那魏人就只能开城投降。臣亦主张先取魏国。大梁临近大河，我大军军械粮草可从渭水码头俘虏而下。魏人若不屈从，我军可长久围困。若能困大梁以10日，必能一战而灭之。末将以为，灭国之战与破军之战大大不同，应寄望于大张声势，彻底摧毁敌国意志，而诱其投降并不可取。此次我随端河将军攻魏，取小小掩饰，魏人冥顽不屈，使之抵抗，更何况国都大梁。若发倾国之兵围困大梁，其余5国联合攻秦，则咸阳危矣。大王，臣反对先灭韩魏。大王欲灭6国，应先灭其强赵国。韩魏区区郡县之地，伐之无畏。留着韩魏，可以迷惑关东列国，使其不知我大秦的战略意图。如若我大秦大举进攻韩魏，那赵国必定合纵列国而救之，我大秦的东出之军必将陷入苦战。燕赵是世仇，与燕人谋，灭赵未尝不可。将军所言不无道理，然私认为，人之食牛髀，当先啖其肉，后裂其骨，最后饮其髓。而韩赵魏，正是牛髀之肉骨髓。先取其髓固然好，但倘若不剥其肉，敲其骨，岂能见其髓？几曲昨夜风凉起，看似月八荒，起幕